男嘉宾何先生32岁，来自广东思基；女嘉宾魏女士26岁，来自湖南待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现在在哪儿生活呀？广州。湖南妹子跑广州去了？对，就是远嫁过去的。可传奇了啊！姑娘出差，打一滴滴，碰一司机。是他爸爸。司机说：“我有儿子，未娶，你嫁否？”姑娘，姑娘说：“未嫁。”好了，是说的你们俩这件事儿吧？是的。那个司机是你爸？是我爸。在车上，那个你公公就给你介绍他儿子了？对，他说他儿子也就是到了那个结婚的年纪了嘛。哦。然后觉得我看起来还挺和善的，就说把他儿子介绍给我认识。然后呢？就两个人后面就是加了微信，然后就有联系了。他收你车费没？收了。呀，还收了车费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后面就是聊得挺投缘的嘛，后面就约的一起去那个珠海那边玩。啊，这聊得挺投缘是指聊了多久啊？1个多月吧。啊，后来呢？去珠海玩了之后就觉得两个人还挺合适的，而且他爸爸也同意嘛，我们两个人就在一起了。4月份，然后就结婚了。这个从你打上他爸的车到你跟他结婚，大概中间多长时间？3个多月吧。哎呀，人生需要勇气啊！你老爸可以啊。因为当时候是我爸爸介绍的，因为毕竟都是父亲介绍，就觉得比较靠谱。呦，其实你老爸也不认识。而且我老爸跟我说，她也蛮漂亮的，知书达理。这个认识3个月之后就结婚了，这算闪婚。然后呢？就是4月份结婚了，5月份的时候就有宝宝了，但是那时候还不知道。但是我还是一直在长沙工作。然后宝宝在肚子里面7个月大的时候，我才辞职，然后去他广州那边跟他一起生活。宝宝现在多大了？宝宝现在3个月。我的天哪！太快了！就这姑娘等于在10来个月的时间，就从单身到结婚到怀孕。到生宝宝，中间还有辞职。对。怎么了，姑娘？谁不开心？你不开心，他不开心。就是现在最近我们两个经常闹矛盾嘛，他就觉得我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对。所以的话就想借着这个机会，就把心底话说出来。那你觉得你做的对不对？没错的，因为我们就是刚结婚才1年多1点时间嘛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在磨合期间，其实能解决的。其实不是的，就是之前我们两个人是异地嘛，然后后面我来到广州之后才发现，就是要跟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。我原先以为就是我跟他2个人生活嘛，而且现在有了宝宝，5个人住一起，我觉得更麻烦。明白。然后我就跟他提出说自己生活嘛，他就不同意。而且他们家有这个条件，也有2套房子。我们家的确是有2套房子，但是其中1套已经租给外人了。我问你一句话，想搬出去住是觉得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不方便，是不是？对，而且我跟他妈妈也就是婆媳之间也会产生很多矛盾。现在孩子谁带啊？一直是我带的。一直是你带的。来说你跟你婆婆怎么了？因为我之前一直在长沙就养了一只小狗嘛，然后那个狗狗就一直陪着我的，就跟我很亲。我不是跟他过去广州生活了嘛，然后我就把狗狗也带过去了，而且它就是唯一陪伴我的。我广州没有朋友，也没有亲人。然后他妈妈就说这个狗狗掉毛啊，就嫌弃它，就说它是个累赘。然后他也听他妈妈的话，就把那个狗狗给送走了。哟，这可不好，送走了。就是送到我自己湖南老家那边去了，但是我就看不到了嘛，也没谁跟我说话了，而且他们广州的粤语我也不懂，就是语言也不通。明白。这个除了这个，跟婆婆还有什么矛盾啊？就是那时候宝宝1个多月的时候，因为我自己的那个身体不适嘛，然后我就给宝宝断奶了，给他喂的奶粉，然后他妈妈就觉得奶粉喂他不好，就是宝宝现在有什么问题，他就说还不是因为你没给他喂母乳，就是什么都是怪我了。而且我远嫁过来到他那边，就是他相当于是我唯一的亲人嘛，然后他还是站在他妈妈那边，就
都不帮我说话的。明白，就是你得不到你先生对你的支持，是吧？对。你们俩之间有什么吗？这是跟婆婆吗？说你们俩好吗？就是我不是从那个长沙辞职过去他那边广州生活了嘛，然后我就怀了宝宝那段时间我就没有收入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就说提出来说他的钱让我管，他也不让，然后我说要买什么东西他也不肯，我都嫁给你了，然后还给你生宝宝了，你就是我花你一点钱你也计较吗？哦，这个你要回应一下。其实我不让他管钱的话，其实他心里应该知道的，因为他就比较喜欢在网上购物。你说要帮宝宝买些什么东西的话，你其实可以直接跟我说，我去买就行了呗。我就是怕他乱花钱呗，因为你说现在就是一家3口，他没有经济来源，就只有我一个经济来源，宝宝就是每个月的花销都是用在我身上。哦，你是这么想的啊？那我问，就是我要用钱，我还要问你，还要看你的脸色。我觉得，那我嫁给你，然后我有的时候给爸妈买什么衣服，难道我还要伸手问我爸爸妈妈要钱吗？这太可笑了吧，是不是？就是你至少给他一些零用钱嘛，对吧？你不能让他没钱嘛？你觉得呢？但是主持人他经常就是帮孩子买一堆，就是我觉得没必要的东西。你说一个孩子就那么一丁点，啊。他就一次性就买一堆衣服，男孩女孩？男孩，然后就买一堆衣服，那岂不是浪费嘛？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家庭的2个人夫妻之间的那些金钱都是各管各的，我觉得就没必要让他管。就是反正 AA 制离婚率也挺高的，是吧？那你至少因为他现在没收入怎么办呢？你不给他点吗？我有给他一点啊，但是他就总觉得不够花嘛。行，在经济上夫妻之间是有冲突，除了这个钱的问题，你们夫妻之间还有其他的矛盾冲突吗？就是他工作嘛，我说让他去找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工作，他就从之前那个服装销售，现在换的那个网约车嘛，那2个都是没有什么发展前景的。以前做那个服装销售还有一点时间帮我就是看一下小孩啊，我不用一个人24小时看着嘛。现在他就是小孩半夜哭了，他听到了也装作不听到，然后白天联系他就说我在开车，根本就没有交流了嘛，是不是？我不接他电话，因为我们就是做网约车司机的。如果你这个我们都理解。对，我要问的不是这个问题，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你辞了职之后，其实还有很多选择，对吧？对。为什么选择了网约车司机？因为他就是每天唠叨我，然后他还说我老爸赚了钱，因为老爸也是开滴滴的嘛，所以我就一次之下也没有跟他去商量，就把工作辞掉了。其实我也很委屈，因为我在之前那个岗位上面已经干了7年了，就是也很舍不得我一起共事的一些就是同事。好，听明白。开车是因为一是生气，二是想躲避，嫌妻子太唠叨，对吧？对。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？我就是之前我就跟他提，就是我现在待在家里面也没工作了嘛，然后我就提出跟他说，就是出去工作嘛，他也不同意这个事情。哦，你现在就想去工作了？对。那宝宝呢？就是放到我爸爸妈妈那边带，就是不是要从家里搬出来吗？湖南老家那边，但是他现在还没让我搬。送给外公外婆带是吧？哦，我爸爸妈妈说他愿意带我们家小孩。天哪，那你舍得吗？那么小就那么远。但是我觉得外公外婆肯定会对小孩好嘛，而且他爸爸妈妈也是要在外面工作，没有时间。明白，你舍得吗？我不舍得，因为太远了。然后我就说家里面请一个保姆，然后我出去工作也行，每天也能看到。他也说这个也不行。那为什么一定要出去工作，而不是把宝宝再带一段再去工作呢？这大半年来，我每天也没谁跟我说话，一天24小时就面对一个不会说话的娃娃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觉得就是挺孤立无援的，然后也没有谁帮我，然后他也不帮我，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无助的吧。明白。哦。所以我们看啊，一个女生从一次出差的跟司机的攀谈，就发展成了跟司机儿子的一段恋情，从恋情就快速的发展进了一段婚姻。这个前后的时间我算了一下，只有3个半月左右。接下来很快就结婚，结婚到有孩子也就1个月。在第7个月的时候，女生又辞了职，生活又发生了变化。
到了千里之外的广州，来到了婆家，接下来就是生产。在这个期间又加上了因为小狗狗的养不养的问题跟婆婆之间的冲突，因为没有了这个经济收入来源的不安全感，希望管理丈夫财务的冲突。现在面临另外一个冲突，就是我实在是太寂寞了，我也想出去工作，但是先生不让我去。这个确实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，对这个女人和家庭来说。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你太太从站到这里开始讲第一句话的时候，就开始哭，一直哭到现在了。作为先生，我想请问，你觉得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让她去了。她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女人。当然，这也是由于你们从选择闪婚的那一刻开始，可能就注定了的事情。闪婚最大的特点，短、高、快。短时间认识，然后决定结婚；高激情，离婚快。前2点全部都符合了，第3点我看如果不调整的话也不远了。当然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，你太太也有很大的责任。她对于今天的这一切的不适应，完全是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她完成了人生2次角色的转化。一个女孩1年之内完全离开了自己生活了那么多年的环境，到了陌生的环境，成为了人家的太太、儿媳妇儿、妈妈，这些角色我们都需要一步一步去完成。可是你太快了，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转化它。对，我完全缓解不过来，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这一切。是的。那个小狗的事情，其实不是一只狗的问题，那是他自己的人格化身在你的家庭当中。你的母亲，包括你，可以把这只狗扫地出门，就可以同样把它扫地出门。在他的心里，这件事情的影响是，这里不是我的家。这里如果是我的家，我为什么不能养一条狗？不是我的家，我需要一个我自己的环境，所以他才那么强烈的要求搬出去住。第一条是这个狗的问题，第2条就是你们后来一直在纠结的钱的问题。我听到了2句话，非常的刺耳。第一句话叫，他也不赚钱，我们家里人只有我一个人是赚钱的。第2句话叫，很多夫妻都是各管各的钱，我看人家管的也都挺好，那你凭什么不让他去工作？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愿意在孩子3个月的时候自己出去上班，然后把孩子送回老家让自己的爸爸妈妈带，但是她宁可忍受和孩子分离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她也要出去工作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没有钱花。她刚刚讲了，我花的每一分钱都得低声下气地问我的老公要。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设身处地的替你的太太想？当然她可能也是产后情绪波动的比较厉害啊，这个我也是比较理解的状况。我希望你能够做出调整，给她一个家，给她一份爱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小伙子，这样做太欺负了。这刚生完孩子啊，都是呵护的，都捧着的。你老婆哭成这样，你一点疼惜的表情也没有。你觉得你现在对她有感情吗？没有感情，你就一句话直说了。有感情。有什么感情啊？感情在哪儿啊？我觉得他付出。他付出啊？他付出你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你做了什么呀？我不要求说啊，因为你是我老婆，所以你应该比孩子重要，比我爹妈重要。我不要求你这个，同等重要行吗？姑娘，你这个状态呢，我写了几句啊，我把它念完啊。第一个呢，关于闪婚。闪婚是个什么状态呢？闪婚就是只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但不知道我未来的生活是怎么样。
就是闪婚只知道这个男人是谁，他姓什么，他叫什么，他多大，但你真的不知道你将来要跟他过什么样的生活，这是闪婚带来最大的问题。第二个，远嫁，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，远嫁绝对不是一件在激情下要做的事情。远嫁意味着你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态系统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。姑娘，我现在给你最大的建议是你最好带着孩子先回娘家一趟，住一段时间。我没有劝你们离婚啊，先去住一段时间，回到以前那个生态系统，回到那个有人照顾你、有人疼爱你、有人关心你那个环境里面去住一段，然后我们再来思考下一步。我觉得你作为丈夫，在这种状态下，你还是放他先回去跟他爸妈住一段时间。他现在这个情绪状况特别不适合和你爹妈在一块儿，好吗？好，就这样。何先生，你有料到情况有这么严重吗？没有。你赞成你老婆带着孩子回她娘家去住一段时间吗？赞成。你觉得未来有可能可以搬出去住吗？有可能。你觉得你老婆可以去工作吗？可以。为什么现在都可以了呀？这中间的转变是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跟她的关系发生得太快了，而且要在家做一个黄脸婆，照顾小孩、煮饭，我觉得对她就是不公平。当你看到她很痛苦、很难过，甚至是一直在流泪的时候，你心疼了吗？有心疼。那么，请你时刻记得你此刻的感受，就是我老婆的难过，我要学会有同理心，这才叫做爱情，才叫婚姻。你身为一家之主，如果你真的要这个婚姻，要这个老婆，那么请你表达出你该有的男人气场跟气度，照顾她，疼她，她所有的要求，包括要花钱，想要搬出去住，想要那只狗狗陪她说话，都只有一个心底的潜台词，就是我需要有人疼我，陪我，关心我。你做到了，她就愿意把你家当她家。哭什么？有什么好哭的？让小狗搬出去。广义的中国人认为，生孩子身边有狗，卫生状况堪忧，至少它是为了你好嘛。你为什么不能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呢？因为我没有谁跟我说话，因为他们那边的语言我也不通。我们不是说……那你那么早嫁干什么呀？那个时候我本来是说要在我家的，然后他妈妈说，就是让我在那边好一点。你的家人，你湖南的父亲母亲早就跟你说过，语言环境截然不同，让你考虑是否远嫁。你父母是不是让你考虑过？对，当时。那你自己要去，所以你现在就不要哭。你现在要做到的就是冷静下来。你首先任何事情不要往坏的角度去考虑。有婆媳矛盾不是你一家有啊，家家都有啊。所以有这种正常的冲突是很平常的。你不要把自己老是陷入到一种那么痛苦的境地嘛。你给他拿张纸啊，你这人真是给他擦擦，你这人啥也不干在这儿。我这也不用。擦干眼泪，听我说。第一，婆媳矛盾是正常的，你们婆媳矛盾并没有严重到非常的地步。其次，这个丈夫是差劲了一点，但是哪个丈夫在结婚初期的时候，尤其是你们这么快，不会有一些疏忽，不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不成熟呢？都会有。所以他有很多问题是他的问题，比如说不够关心，不够理解你的感受。他这些的确是做得不好，但是你们这10个月的闪婚、闪育，没有谁拿刀逼着你，你自己的心态平静一点。我相信周围的这几个人不是要故意要为难你，很多事情需要交流。谁让你们10个月的时间解决了人家2、3年的时间？所以首先你自己要平静下来。你自己要有希望去面对将来，要有一种敢于对话、敢于磨合的勇气。人家千里之外到你家来，他的周围的一切都是你，因为跟公公婆婆本来就有语言上的障碍，
再加上他们又是长辈，有些话不好说，所以你要做好这个连接者啊。你努力一点好不好？好。你把别人从千里之外娶过来，你一定要担当起一个温暖的家的角色，好吗？好的。行了，别哭了，2个人1个孩子挺幸福的。只是现在因为太快没有磨合好而已。好吧。好，就这样。从客观上面，这个姑娘经历的很多事儿，包括她现在这个现状，跟你的失位是有关系的。这个老师批评你批评没错吧？没错。现在她其实在一个特别特殊的时期，如果你实在觉得太压抑了，因为从现实性来说，你陪她回老家也不太可能，对吧？对。还要挣奶粉钱，我建议你把儿子和媳妇儿送回去，然后约定好时间要把儿子和媳妇儿给接回来。我觉得陆琪老师这个说的很对，是因为不习惯这个系统嘛，你回去习惯一下，因为孩子都在变嘛，给你稍微熟悉的环境，让你也适应一下，好吗？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老婆，你帮我们家生了一个宝宝，然后这段时间你也累了，我忽略了你的感受，然后有时候还没有就是及时的安慰你，而且也没有替你着想，我跟你说声对不起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我以后会努力做好一个爸爸，做好一个丈夫，带给你想要的生活，我爱你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啊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就是好，时间到了，请亮灯。还有一些话可以慢慢的来说。你在你能平静的时候，你好好的跟你先生把心里的苦说一说，好不好？啊，谢谢2位，请回啊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起开门。好好对着行吗？行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来，有请。好，来，谢谢你。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来，请见证。辛苦了，老婆，我还是会永远的爱着你，请你对我放心。好了好了，回家好好沟通，好不好？好好疼老婆啊！来，请回，请回，谢老师。